好，老师，我这边有一个哲学的一个小问题，就想请问，就是如果我们去一间比如说男公关店好了，那如果这个男公关他其实生活很拮据很辛苦，然后他去做这个工作，那我们给他小费，算是给予的一种善事吗？你有没有发现男公关店都在这逼我，就是我们去这个所以你现在是这个给他是不是？如果他在男公关店的话，我们这题要比较认真，然后我生活过得很辛苦，对，我是为了生活所逼迫。其实这题我觉得要比较认真的回答，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不管是做善事的拷问命题啦，就是我做了一件善事，可是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善事。听起来这个善事就像是你帮助了一个穷苦的人，对不对？因为他过得很辛苦，对，所以你觉得他这个人很不错，其实这个问题最常发生在什么样的命题？就是说你今天做了一个善事，可是后面那个结尾你好像觉得有点不太确定，那到底是不是善事？你有没有求他？求夸一下。你给了他钱之后，你有没有求他？求他？你说笑他吗？还是不是什么？求该求一下。那他应该是没有求他，单纯给他钱而已。反正我们先分两个东西，还有分一个是你心理层面的，一个是实际行动层面的。第一个是我觉得在任何的信仰里面，慈悲心都是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有慈悲心的发生，它就是一个善事。但我们刚刚讲到第二个段是，搞不好他是一个骗子或是什么，我不确定。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个人，他假装很穷骗你或干嘛的，所以他拿钱出去挥霍，那可能你就会问说，老师，那这样还算是善事吗？但我们来讲，那后面的那件事情是你慈悲心那件事绝对是，可是在物理学上来看，它可能造成了社会的某个蝴蝶效应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只能说这一种有的人叫做无明，就是我们不够有智慧，我们看不透他可能真的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有这个慈悲心，所以慈悲心的开始一定是对的，可是我们不能让自己一直处于没有智慧，我们要努力的长智慧，这样才能确保我们每一个做的善事，它真正能让在物理学上能对这个社会更好。其实很常发生是在哪里？放生，大家知道吗？放生，就通常大家就会去放生嘛，就是会有些动物它好去放生，买来放生。你说在日月潭里面放海水鱼这样子？之类，就他们有的人就是放生的时候，你知道很多阿公阿嬷他没有那么好的生物学观念，他会觉得我放掉就是好事。可是在物理学来看，它会造成很多浩劫。那他慈悲心是对的，绝对是一开始慈悲心对，可是他后面在物理学上因为他智慧不够，所以那其实我们去看了很多神明都是很慈悲的，他就觉得大家一定不是一开始就全知全能，所以你要先有慈悲心，那你又愿意开放心情听别人的建议，我们就越做越好，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发挥我们的慈悲心，对，但要长智慧了。好赌的爸爸，生病的妈，上学的弟弟，破碎的家，这是一首歌吗？我不帮他呀，谁帮他？这你写的吗？没有，我在一首歌在网络上听到的。老师一脸疑惑，凄凉这个善事行善，他那首歌叫什么？足疗店小侠。没有听过，你的音乐涉猎真的挺广的。我在网上听到，我们欢迎简少年。耶，欢迎简少年老师。一来就聊这么哲学性的题目啊？没有，我觉得很多人找你有的时候是处理一些家务事、生活事，像是处理我们公司的事啊，处理他的感情事，这个我们认识几年了，从一开始频道创立到现在，中间帮助我们扶摇直上，然后经历了一些事件，最后还是愿意上我们频道来。我们是真兄弟，真兄弟。而且这个事情呢，就是也有趣的是，今天也算是我们陈露西小姐很久没有出现了。对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曾经在我们在千金的结局的那一篇里面算到他，这2年内你都不要想交男朋友了。不叫，就是你2年后再来吧，你2年后再来，时间差不多了。是吗？有没有男朋友了？现在？没有，还是没有？你看，有没有准？有听老师的话。OK 啦，难怪看起来容光焕发哈。这样子吗，老师？是。按照老师的算法，就是2026年之后，开始整个人会焕然一新啊。开始真正有正缘出现了我感受到的话，焕然一新，发型不太一样了。真的吗？对，发色不一样，对，发型不一样，对，发色影响很大。真的吗？真的吗？我不知道你面相是从你的发色会看出来你最近的问题在哪，对吧？那像他的发色是咖啡色，对吧？对，咖啡色代表最近肠胃容易不好，容易破财。真的吗？对，所以综合下来，我们就知道他最近有破财。那破财就急躁，一急躁怎么样？
就容易坠入爱河。真的假的？老师，毛是只有看头发的毛，头发颜色啊，腋毛可以吗？你腋毛会染吗？原来腋毛也会有咖啡色、白色腋毛，等下是染的。我讲不是天生的。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哦，怎么样？腋毛阿罗哈。没有，你的音乐光影考老师真的有点特别。没有听过腋毛阿罗哈。那老师，我如果换别的颜色，会有不同的运势是吗？会有不同变化。例如说，像你如果有朋友染蓝色头发，最近要比较注意它，因为蓝色头发是一个忧郁的颜色，因为 Monday Blue。没有，不是这个烂梗，是真的意思是这样，就染蓝色或是很黑的黑色，很黑的黑色是有点忧郁，对，就是代表他最近他肾不太好，所以会有点恐惧、忧郁的表现啊。想不到我这个六角阵的阵法还是防不住这个烂笑话。Monday Blue，干嘛这样？我都没讲你刚音乐光谱的事情。因为他之前就是反正经过简老师曾经算过我的很多自己家里面的生活私事嘛，我小孩什么时候会出生嘛，我小孩会怎么样嘛，然后这些东西都很准。然后有一年他算了陈露西说，你在2026年之前你都不要想说那个。所以以前陆续上我们频道都想说可以帮他找个男朋友，可以帮他找个什么，就他一听到说我要2026之后，好吧算了，然后他就突然就不想录了，就直接不来我们公司，也没这样，难怪很久没看见他了，很久没看到了，还好几个月了，没看到。但是我想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有一集，就是他曾经有讲过说我哪一年会买房子嘛？然后买房子那一集就是我帮你买了嘛，然后你也帮我看了，就是帮我看了风水，然后适合做什么，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做了嘛。然后在那一集的片尾跟会员影片里面，其实他有跟我讲说，我的心脏会有问题。在从好几年前，其实好几年前就跟我讲，你每次讲的时候就从一直提醒你，就是你心脏会有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怎么办？然后他这样又跟我讲说，你在几年后会怎么样但是这几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就是那可能就是基本上他没有讲的很迟啦。他就说，但是我觉得你去看医生会跟你说有问题，就是反正去检查对。然后他就说有2个解法，一种就是等待它发生。就让他突然有一天绑这样子，然后你就在医院里面混很久。另外一种解法呢，就是提早去看。提早预防，就是先去处理嘛。假设你的命盘在这个时间当中，它就会发生这件事。假设啦，我乱讲，就是假设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确定要跟这个医院来回奔波，你确定就是要怎样讲。那与其中是健康检查，好过于心肌梗塞躺在那边好，对不对？对，就是有一种，他就是有点先做好准备了，暗示我一种就破解法。好，我就用了你的方法。我就跟医生讲，我就挂了心脏科，算是副院长，就算是一个蛮大的权威的、厉害的。我就说医生，我要来看我的心脏。医生说，你心脏怎么啦？我说我心脏有问题。他说哪方面的问题呢？他就开始打电脑，哪方面的问题呢？我说我不知道。他讲起来乱的。他说你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今天要来看医生呢？我说算命的叫我来看。他就叭，我不知道他打英文字嘛。你很诚实我很诚实啊，我这个人向来都很诚实。我就跟他说，就是算命算跟我说，我这一年心脏会有问题。医生就打很多英文。我是不知道他在那个病历表上面就说算命师请他来看，顺便检查脑神经外科。他想打这人有点迷信。然后那个医生当然也就说好吧，那你觉得有问题，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呢？然后怎样，我就说我去运动的时候怎样接运动，我会突然觉得有点晕眩。然后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些比较。以前练泰拳做一些比较激烈的什么3对3打篮球力球表现的时候，突然会觉得眼前开始就是变黑，快无法呼吸，这么严重，就是感觉心脏好像就比人家强这样子。然后医生就啪，然后医生就这样子把电脑这样子从旁边这样转过来这样子，然后就帮我比着电脑上面的一个数字，我的年纪。OK， 他说先生，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你不要把你以为你还是16岁的小伙子可以这样子运动。然后他说好吧，那不然既然你觉得有问题，那我们就先照个心脏超音波，再做个 X 光吧。X 光检查之后，我们来照个那个运动的问题吧。那我们来跑个运动的心电图，运动心电图这全餐嘛，就基本上就把全部他能够能测都测。对，医生也算是蛮迷信的。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如果真的觉得算命师是跟你讲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来检查这个问题，看看这到底是医学还是玄学，谁比较那个。他在后面是我家的，然后医生没这样讲。我今天在这里要对决医学了吗？这么突然吗？好，按照这个时间走呢，也差不多该出事了。然后我就真的去检查了1次，我跑了3次医院，分别做了从 X 光，然后心电图，然后做完了之后呢，又再回去做了运动的，又再做了一个什么心脏超音波，然后怎样，然后最后那天报告来了，检查出来了，正如你所说，医生打开我的就是去报道的时候，医生讲说，
你的心脏有问题是阳性。然后他才讲一个阳性，阳性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就想说阳性是什么意思？很迷信的意思是阳会信，你说阳妈都相信。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就是说，就是可能是一种医学的讲法，但当下是这样跟我讲，我不知道有没有医科的朋友可以帮我解释。OK， 对，他就说反正我看了你的检测报告，这报告是我打的，你这是阳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解决哈。然后就开始拉开我的那个病历来资料，就看这个 X 光这个看起来没怎么样这个心电图这个运动心电图你没事啊。对，我跟你讲，我讲的100%全部都是当下的事实发生的事情。你铺了这么久的梗，就会说你没事啊？没有，他出来的时候，他的确那个英文单词的确是写就是有症状、有阳性的意思。他就反正就有一个医科的这个，但图片看起来没事。他就把因为他开始看说，那你开始要吃什么药嘛？你需不需要开刀需不需要怎么样这样？然后看说，你没事啊。他说你这个顶多有一点那个二尖瓣膜脱垂，但是这个很多人都有，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立即性的危险三酸甘油酯有点高就是吃油的要注意一点，就常见中年人。对，就开始进到中年的时候，你开始会就是那个油太多，然后他说不然这样子好了，就是当然你如果又要预防一些什么心肌梗塞什么，那你可以服用一些阿司匹林然后也服用什么那个可以备着吃也不一定要吃他就说不用吃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吧，如果这个按照命理的这个当中，我必须要开始处理这件事，吃个药好，那我就说那你开吧。我说那就开给我吧。你很听话很听话，就是先吃总比后面躺在那边吃好。还是要尊重医生的建议啦。总而言之，他就开了2个，就是你如果怕脑中风了，或者是你都开，因为你如果压力工作太大嘛，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因为他基本上他最后检查出来，他觉得我比较属于是睡眠不足过劳，就那个压力什么那一方面比较大，所以我的那个舒张压极低。就我的舒张压很低，然后收缩压没什么问题。然后所以按照这个，如果是用紫微斗数的算法来说，好，我这样子算是正在发生这件事吗？应该这样讲，我刚刚听下来你的检查，我觉得2个东西在东方算命里面的确会看出来的点。第一个就是医生误判，不是，例如说医生讲的阳性脱垂嘛，脱垂这件事，其实在紫微斗数来讲，它就是的确很多人有，可是它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这是第一个。第二是我觉得它搭上了你的工作形态，因为命运是天地跟人的结合。这个天地里面看起来你好像一直睡眠不足，压力一直很大，对，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构造出来，加上你本来天生的这个糅合起来，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问题。然后你又如果有这个什么打泰拳，跟别人互殴的习惯啊，对啊，那这种什么3打3。打一打变打泰拳，打泰拳就是没有2个是分开的。我以为是从打球变互殴。如果这个习惯的话，我是先打完泰拳之后问说，要不要等下打3对3？我也是打3对3打一打说，要不然你要来打一下泰拳。OK。常见球场的纠纷的话，我觉得你心脏还是要比较注意啦。对，它是综合下来。但你刚刚如果说睡眠极少的话，身为一个新手爸爸，我觉得也是要多注意啦。我其实你知道我会去很乖的去听的原因呢，去医院挂号的原因呢。这个我好像之前没有在频道讲过，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我在龙年那一天会有一个小龙子，会有个小孩，但是那个时候我的预产期明明在12年，最后嘞，他就真的在龙年出生了。对，提早那时候你们都知道，就是他对，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刚好就在那个什么过年的这个交界的那个时间，交界的前后，对，要么就是一条小龙，要么就是一条大蛇。所以按照之前这个命中率的概率来说，是，我就想说，他如果跟我讲说我的命盘当中会发生这件事情，那我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破解？我觉得可以啊，你去看医生就是一个破解的啦。其实里面科学来讲，他们说之前有一个科学研究，就是你光是关注你自己，你的病情其实就有机会好转。你什么都不用做，就你知道你自己生病了，你关注你的病。他们就实验过，就是2组人，一组人知道自己有某个病，一组人不知道，知道的他就有机会好转。所以这里面来看，就是当你去关注它的时候，你就开始预防嘛，认知嘛，你的身体也发现你需要这个能量嘛，那最后其实这一段你就容易去把它躲掉。何况你还去看了医生这么信，还很勇敢的跟他讲，算命师叫我来，对，最后还很听医嘱，你是个很好的病人，因为你很听医生的建议。反正就是医生说，你建议你可以吃什么药你就吃。然后我想说，因为医生觉得你这个也还好，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对，然后就在看的那天的前几天，去看医生的前几天，我出车祸，我开车撞到，我开车撞到，最屌的就是我那天我就跟我制作人，因为我制作人也有
上他的那个课嘛，你赶快看我的命盘，看我今天是不是是血光之灾，是不是？今天是不是天机化忌？是不是出行会那个出行会有问题？对，然后看真的是。然后我就撞掉我的后照镜。这让我震撼的是，他学的真好，他学的不错。我觉得另外一种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蛮扣谁的，我都觉得我这个人平常很常在做善事啊，就有什么事情我就尽量做啊，能帮忙的人，那我就尽量帮忙一下这样子，或者是能够今天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今天可能10亿奉献，而且那我赚10块钱，捐个1块钱，我也觉得很 OK 这样子。所以我那天撞的是我觉得是认为最完美的车祸，就是 strike 啊。最完美的是这样吗？怎么样最完美？最完美的车祸，没人受伤，好，车体影响不大，好，有保险，不用付任何钱，要修车的那段时间，我刚好要出国，对啊，我就撞完了，隔天我出国，然后而且其实我自撞，我其实是自己的后照镜去撞到那个停车场的那个柱子，因为我在倒车的时候，我同事刚好头弯下去，然后我没看到那个刚好挡住了，然后我就砰跟下去。然后撞完了之后，保险理赔嘛，然后我就出国回来，又是一台全新的车，而且中间的全部的什么贴膜的公司什么那些人全部都帮我处理好，一回来的时候还有机场接送，直接帮我接回来这样子。神明保佑，平安。对，不幸中的万幸。所以我就觉得很酷，就是他好像你看，如果前几年讲一些什么事情，刚好命中算到，但是如果今天我的命盘当中，今天假设我真的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有大小之分。应该这样讲，我们讲这个命盘算出来是一个状态，毕竟从500年到现在有很多变化嘛。那状态到事实本来就有距离，那我们所有的算命师都在很努力的做什么？就是让你这个状态到事实要趋吉避凶，吉的放大，凶的变小。那其实我们就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但我自己觉得，所谓的逢凶化吉这件事，我自己认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应得值的分数在。对啊，就应得值跟阳得值的分数，就比如说你平常你要多累积一点这个应得值，你开车才有停车位嘛，或者是你平常就是常常要做一些比较好的事情，多做善事。你如果假设今天你就是注定会出车祸，那我觉得他车祸的 level 的程度，我自己都觉得一定会不一样。我常常都是保持一种这样子的状态，这种相信的方式，心存善念这样子，在那个如果真的就遇到这样子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很衰，就说那就遇到了嘛，我们就看之后怎么办。可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像有一些很好的大善人，可是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料的那些意外，那这是要怎么解释？我跟你讲，这东西我们聊过，我们两个聊过很深入。真的吗？应该这样讲，就是命运的构成是很复杂的，就是它前面有好多原因，所以造成了今天发生这件事。那时候其实阿仔师他有个习惯，就是他路上看到有人需要帮忙，他就会下车去帮忙。有一次我坐他车上，他就说是不是要下车去帮忙，可是他可能载着我，想说不好意思，他就没有停。我就得反思说，因为很多人就说，那如果我下去帮，到最后他是坑我的，或是忽然我也卷入这个怎么办？那怎么算？明明我就做一个善事啊。后来呢，我在研究这个道经跟佛经之后，发现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去帮他，今天是我们的慈悲心发生了，去种了一个善因。可是我们假设被卷入或很倒霉，那一定不是因为我们帮他这个善因，而是因为过去的日子里面，或甚至可能上辈子里面，我们跟他结了一个什么冤仇，所以这辈子才有一个负面的结果。因为在因果的逻辑里面，你的一个正向的，就种什么东西就得什么嘛。做了一个善因，通常就会结一个善果。可如果你去做一个善因，你把你这个恶果跟它构筑在一起，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恶果一定来自于一个恶的因，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去种这个善因。那至于说我今天种这个善因的结局，像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节目，又呼应一开始最后这个果是不是真正在物理学上对这个世界是正向的，这就取决于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锻炼我们的智慧。他是说你那天在男模店给他1万块，就是算是比较没有智慧的做法。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原来如此第1分钟，我们从第1分钟重新看起。是的，就是至少给个2000就好了，给1万真的有点太多。我当下就阻止你了，就说不要给这么多。原来这不是一个假设的情境吗？没有，老师是一个假设的情境，是一个假设的情境。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跟他，我们有时候打屁聊天的时候会聊到这件事，因为简少年老师他比较属于是这个道家思想，希望能够求得长生不老。对，就是常常我们会研究，就是那个什么怎么样长生不老的方法。就他认为的长生不老跟我认为的长生不老其实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讲很像讲一种就是无聊的男生干话，就是一直去讨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但是它就很像两个古代喇嘛在辩论，就是我认为我的道理才是真的道理。那你认为什么叫长生不老？我觉得长生不老哦，就是一直活，一直活，一直活，然后活到世界的尽头。不错，蛮有天分的哦。灌篮高手是不是？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孤独。樱木花道也是到了。不是，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这样稍微有点孤独，因为你认识的人不是就是一直在离开。不会啊，还有什么仙水啊、木啊陪伴你，林南海南、大自然一直是不变的。林南的主将啊，对，老师又回到灌篮高手，对不起，灌篮高手是不会死掉。原来如此，那不然老师跟仔是怎么想？我最后讲好了啦，先让阿仔讲。好啊，我觉得每个人本来就是长生不老。灵魂不死是吗？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很喜欢看很多喇嘛的聊天啊，或者是去看一些就是奇奇怪怪各种宗教的。当然我自己就是什么都拜嘛，什么都 OK。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论述我自己很喜欢，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就看到一朵云，他觉得这个云好漂亮，但是这个云它终究会不见嘛，因为在科学上，在物理上，云就是会消失，水蒸气凝结出来的这样子。当这个云不见的时候，这个云它本质就不在了吗？它其实还是存在的啊，它只是在空气当中。它有一天它会变成雨掉下来，然后它有一天会在大海里面，大海有一天它被太阳晒之后，它又会再变回云。它一直存在的，它一直存在。只要你心中想着它存在，那它就是长生不老。你心中一直念着想着它其实就是一直在你的世界里面一直活着。直到忘记的那一天。就算你忘记的那一只是你忘记的，它还是在。懂好。所以我反而还蛮喜欢佛家讲的轮回。比如说我跟他的这个渊源，或者是我跟他的这个交恶，其实可能是以前留下没关系，那我这辈子就还给你吧。或者是像是有一些像我们做 KOL 的人，3天2头被网络上的人喷嘛，就是3天2头被人家呛嘛。我还好啦。你确定？要不要拉开数据，我们两个比一下？对不起，你忘记了，都是我们的错，对不起。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我化解这一次业障的方法。我自己常常觉得，就是你就喷我啊，你就讲，如果你讲完之后，他心中会很爽，就是或者是你干掉我之后，你会觉得就是干，我今天骂了他，超愉快的一天。那我就觉得我就当做善事啊。我觉得刚刚在说他喜欢轮回，其实我也喜欢轮回这个概念。那我讲轮回的长生不老，其实我要讲长生不老是叫天地轮回，我不轮回，也就有点接近他刚刚讲的，就是千金讲的说，就是他一直活着，对不对？他有肉身啊，对，有肉身的活着，我们叫纯阳体。但实际上往后的时候，我发现我最近的理解，它是一种薛丁格的猫的状态，就是它有点像我们打电动的存档。我现在存了档，有人读了这个档之后继续往后玩，就是一个新的我。但他做了某些事，他不想要承担结果，他再回去读档。例如说他掉下去快死了，他读档，他就没有死了，所以就会有一个永远不死的我和各种死掉的我，所以是薛丁格的我，就是我既死也没有死。那这里面要讲一个故事是，因为我们在科学里面讲现实是观测之后的坍缩。之前呢有一个故事我印象是达摩吧，就有2个人呢，他就是发现达摩祖师死了，他们就把他埋到土里，放到棺材埋到土里。然后接着有另外一个朋友从好像西域回来，说我在西域听到达摩说了什么讲经好棒，我要分享给你们。他说不会啊，达摩就死了我们看着他死啊。他说真的吗？可是我亲耳听到他在台上就在讲经啊，就像阿仔刚刚听到他讲这个喇嘛一样讲经啊。就他们说那我们打开棺材，就一打开，达摩不在里面。那这是什么？在西域的这个人，他的现实里面达摩还活着，还在讲经。而这2个埋葬的人认为达摩死了，他们碰撞之后坍缩了，最后结局就是达摩好像可能没有死。所以我最近理解的长生不老是这样，就是你在某些人的世界里你永远活着，而且那个活着是肉身型的活着，他看到你跟你吃饭跟你聊天。在某些亲眼观测你死的人的世界里，你真的死了，可是他们碰撞之后又找不出来你到底死在哪，那你就是长生不老。所以某些时候你又会再出现，因为你没有被决定你是不是死的。所以你看到是这样，耶稣还活着。对，耶稣复活就是类似这样嘛。就是在不管我们2个人任何的论述当中，就是在我的那个论述里面，其实在我的心目中，耶稣他还是活着，因为你只要祷告，你只要怎样，他会跟你对话，他会跟你说。当然我自己觉得是那个是这样，就是你只要心中想象的他还存在的话，那耶稣就存在。所以我们一起祷告。这现在
讲这件事情他虽然是做样，但其实这个祷告是有意义的因为我曾经小时候信过基督教嘛，基本上基督教逻辑是3个人祷告，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3个现在一起祷告，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你说在这个六角形的这个中间这个洞吗？也不用六角形啊，这张就是只要3个人，梯形的也可以。我们3个人，只要有3个人就可以了。但是我自己身边有很多那个基督徒的朋友，其实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全部一起祷告。对啊，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特定的，但基督徒可能会叫我要那个回去教会了啊。你要回去受洗吗？我受洗过哦，你受洗过了？我之前信了10年嘛，对啊，感谢主。那你受洗过了之后，那你现在学算命？我那时候就会算命。哦，你是先算命才受洗？对，同时间开始，同时间在受洗的时候学算命。也开始研究，对，也开始研究，同时间都有。我后来信道，我后来基本上信全真道。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我还是道教为主，就我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神，然后有这个道的规律，我主要是这样啊。先有学算命，然后受洗，然后之后信了全真道。严格时间轴应该差1年哦，因为我是国3的时候受洗。对，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想要追教会一个女生，他就叫我一起去，去了之后他们就在一起了，然后他们2个就不去了，但我觉得那地方挺好，我就留下来，对，然后就信了就受洗了，然后后来隔年在我阿姨家发现了紫微斗数。那开始帮大家算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学会就开始帮全班收集全班的八字啊，开始帮全班算命啊，然后接下来就陆陆续续会帮朋友啊、大学同学啊，然后上班的同事啊算。我们制作人，你跟他学算命的，你看他上命课程什么时候？5年前了，你4-5年前那个时候有，搞不好19年的时候，那已经是一个，他是因为 podcast 嘛，那时候我录了那个我有朋友 podcast 开始听到开始学，真的。但其实更早前面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做算命的时候就一直在做这个课程，只是原来的课程到现在也10年了吧，10年了。所以10年之后，我们今天即将又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紫微斗数课程。哇，这样可以吗？这个制度非常的硬，但可以。所以刚好10年了之后嘛，先信了基督教，再学了算命，然后再进了全真教，然后再帮人家算命。全真道算完命之后，1920年做了 podcast， 对，然后制作人听到，然后制作人再找我来上你的节目。哇，那就一路又到了2026年了。对，就一路算到现在了，再到副总出生，算到我小孩又出生了。对，然后算到连我妈、我舅舅都算了。对，这样子哦，这故事有点宏大，的确是。有后面这怕，你知道为什么我们2个笑？因为你很久没来找我。对，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他做手术吗？不知道老师就感觉变比较瘦很多啊。老师瘦很多。对，我拿掉一个胆啊，现在有好像有看到消息。你知道割的胆跟我有关系吗？卧薪尝胆什么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公开这个点吗？我觉得蛮悬的啊，对啊，蛮屌的哦。这怎么说？你以为我们2个会在2个不同平行时空里面都创立一个叫少年的名字的频道？肯定他妈是有渊源。他今天割这个胆，为什么老师割胆跟你？我们肝胆相照，卧薪尝胆，我们就把胆拿出来看嘛，到底谁？那你的肝还好吗？我肝还 OK。怎么这么多废话？对，他跟割胆其实跟我有点关系，基本上你可以说是我害的。对，不能完全说是啊，不能完全说。当然也有一些他自己的自己以前种下的因果的关系啊，也不能完全是我。虽然我算是压死他最后根稻草的那个人。怎么说？就是我母亲大人是，我母亲大人，反正你也认识很多年了。对。然后他前几年就是也动了刀嘛，就开了刀。他那个时候其实当时我妈妈会开刀的时候，他在之前就跟我先讲，他有先跟我说，你妈妈在哪一年的时候可能会动刀这样子。那时候我爸之前也动了刀，他也刚好也跟我讲，所以就是我们就变得会互相聊很多事情这样子，因为时间点都太准了。好，那很准了之后呢，有一天我的家族里面的一个亲戚呢，他就身体不舒服，然后就当然就是看了非常多医生嘛，基本上台湾所有的大医院全部都看过了，找不出原因来。就科学医学找不出原因来说，这个时候你懂吗？就是我就找了一个玄学的朋友，就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命盘。然后因为我妈之前也知道，因为她算我妈算得非常精准嘛，所以我妈也很相信她。那个人就是我妈的，就是算是这个兄弟姐妹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拿着他的命盘去给他看，在我们的车上，我特斯拉车上说不定还有录影。他就打开了这个命盘了，他就说：“你这个祖坟被树挡住了，照不到太阳，所以出事了。”但是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在几年前了，我妈那时候几年前，3-4年前，对不对？对，我上次带你去太阳庙嘛。
3-4年前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你妈妈那边有个祖坟，可能要去处理一下，有点问题这样子。对啊，当时我们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可能想说啊，就反正他说，不过他就跟我讲说啊，你妈就动了手术，应该就 OK 啊，的确确实也蛮状况蛮好的。他就看了我妈亲戚的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他就说哦，你这个祖坟打到树了，好像可是这个状况跟你妈之前那个一样，那这次比较猛这样子。然后我就把这个讯息转述了给我妈，我妈就传了一张那个他们整个家族在扫墓的照相大合照，传过来，我操！整个全部后面满满的树，全部被树挡到了，这真的妈被挡。对，然后我就说，你现在是看这个命盘是能够看到影像了，是不是？应该说具体长相我不确定，我能推论就是他的祖坟有一个阳光的问题。那请问一下，正常的坟墓里面，他总不会旁边开夜店吧？所以它的阳光问题一定不是霓虹灯嘛？那大部分就是被树遮住嘛。植物树。对对，所以我就说，那我觉得。因为他主要是他已经告诉我说他在物理学上找不到原因了，那我们就从玄学下去找嘛。那玄学下面找，我的推论通常就是这种，你要生一个病医生怎么样都找不出原因，其实没有很容易。我们真的已经看了3-4间医生了，而且手术也动了，然后也都完全找不出原因，完全没有那就代表说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因果的环节。那这种因果环节通常就会从很前面开始，所以我就又检查了一下他命盘里面，判断他祖坟的问题，就给了他一个这样的建议啦，就是说。对，但我个人后来是蛮后悔的。然后我就跟你讲，所以这个是跟老师的，这个我们都还有讯息留在赖的那个里面。他就是光是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处理那个树的时候，是当天晚上挂急诊，然后隔天怎么隔天嘛，没有，你就传照片来，而且我传照片来说已经处理完了。然后我跟他讲说你要去拜拜确认一下。那为什么要讲去拜拜确认一下？是因为其实那棵树啊。它砍有很多方法，而且树上面搞不好有的有树神、树灵干嘛的，对，但他可能就比较急，他们就把它干掉，马上就处理。对对对，然后他就传照片给我，我就开始痛，3天后就割胆，就没有胆了。对，所以我们常常都笑说，其他胆数那个我们同事都知道，他看了我们家族的照片之后，他胆就割掉了。对，但这其实背后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我其实自己算自己，跟所有的老师们看我，还有一些就不管我去看的中医，都有跟我讲说，我在2026年要非常注意肝胆的问题。其实本来就有了，对。但我一直在算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我的确是要注意。但我没想到最后的一根稻草是来自于我。对，那这个家族就我妈妈的家族，那你们渊源很深欸。跟老师的渊源，但这个原因也很好笑。为什么后来我会觉得跟他有关？是因为我看那个西医就帮我动一下手术的西医，我上网查说要注意胆可能好发的，我都没有。我也不喝酒，作息也很正常，各方面都很 OK，年纪也还没到，所以医生就说就是有人这样，你就是这样了，就是这么神奇。所以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物理学原因，但有一个有趣的玄学推导。所以基本上从那天之后，我再也不会问他任何的问题。是这样子，因为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可能是因为我妈那边家族离我这边又比较远。其实我觉得只要犯了几个我自己觉得做的不是很好的地方，第一就是我没有强压着他去庙里。首先应该是要先去庙里，对对，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嘛，而且他又不是我的亲人，他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只不过频道两个都有甚至他的甚至是有些共性，甚至他的亲人跟我又更没有关，太远，他又不是他而且甚至不是他直系的。对，第二件事我又没有收他的钱，所以这又不是一个买卖。对对对，通常要有一些挂对对，这个我要跟我的那个频道朋友们讲一下，就他从以前跟我算命到现在，他没跟我收过1块钱。每次我们都是不然我们去做个善事好了，不然我们去捐个什么好了，不然就是这个钱从来没有到他口袋里面过，都是出去的。当然我自己心中也会有过不去嘛，就想说你如果今天帮我讲了这么多很准，那我是不是也该干点什么好事这样之类的？所以之后就是把钱捐掉这样。对，然后我原本想说我自己念经应该就可以代谢掉，没想到把胆就代谢掉，想不到那波比较强一点，真的那波比较强。但是因为他最后我觉得也比较复杂，是因为有太多的细节也是我没办法去主控的，因为那个就是妈妈的那边这些长辈嘛，长辈这个年纪都已经被归回就是他们那个有一些人你讲什么他也就是比较不好沟通，所以他们可能就说不要撤掉改撤掉啊，就把它撤掉。说好像是那个什么种树的那个人砍的。
谁种的谁砍。但是那个真的是那个祖坟后面全满满的一片，就全部都像森林一样哦，就真的是照不到阳光。全部砍掉，后来你就要算一下嘛，他拿掉胆的时间，到现在该不会？到现在我妈妈的那个亲戚也算是康复了，也算蛮好的。是还好，我很怕说那个亲戚结果又怎么样了。我想说，那到底砍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就把它解释成，那可能就是以前欠下来的债，就真的蛮大的。但这应该是互相化解掉了吗？没有啦，但我还是会真的就觉得，就是当然我还是比较属于一个科学类一点的角色的人，就是本集的前面讲到现在，没有一个是科学的部分，所以你去看医生。我还是会看医生的，我还是会看那个。当然，我觉得想必大家很多人都会想要逢凶化吉，老师你能不能帮我避掉什么事？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那些事情？但是我坦白讲，我在这几年，因为从跟他认识也5-6年吧，然后到现在，我后来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事情会发生就发生，那我们就接受它。就是如果你就尽力的把一些你当然会想要化解这件事情，但是它说不定就是我这辈子的命运嘛。那我这辈子的命运，它可能势必要让我承受到，我就是要学到一些事情，就是一些功课，就是我这辈子的修行，就是我的人生就是要修过这件事情。那它当然是可以让你可能你要注意这个东西。那我们如果真的能够闪掉，就闪掉，但是也不要真的完全觉得就是说，它能够一直帮着我们，就是避掉很多事情。再怎么样，胆也没剩几颗，胆就一颗嘛。其实这一次我避了很多就是因为跟着胆事其实跟很多事交叉在一起，真的是命运，真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搬家，我就跟我老婆说，我不管怎么算，我一定要在农历12月以前搬完。那农历12月以前能搬的，我们4楼的房子都是不能看的，就打开过去，他说不可以看。后来我和我老婆讨论完之后，他说道心要坚定，我们直接打给那个房仲说我不看，只盲签。对方就吓死了，想说盲签你要不要看一下好了？对啊。后来的确看了一下，但几乎跟盲签没有两样。对，然后住进去的确不错。然后我一过农历12月就开刀，我就知道说如果我过农历12月才搬家，就是我老婆一个人搬家，那就她就会杀死我。对，没错，因为这在之前我见一个人搬家，搬家已经很烦了，很辛苦那个还只有一个人搬家，老公还在医院里。他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说，也算是好事啦。对，然后更悬的是，就是我算他搬家之外，我们那时候还有算一下，然后也问神明，就是说要马上开刀。就本来医生建议我们是，应该说我们跟医生沟通的几种选项，有的是吃药，吃到隔年。那其实大家都建议是吃药，但医生有时候直接开。后来呢，就是我就是问了，我们自己算了一下，问神明之后，觉得直接开比较好。后来真的就少吃几个月的药。你在医生的面前算命，然后跟说神明叫我把它拿掉这样子。对，然后他就倒退5步。他问我说：“为什么这样决定呢？”我说：“因为我刚刚算了一下，问神明，他就倒退5步。”真的假的？说你确定吗，简先生？我说是。但我一开始其实拿药，我还是有点小 depressed 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讲修仙想要长生不老，我想我连胆都保护不好了，还要怎么活下去？直到后来有一天去那个松山奉天宫拜拜，我们在那边就是后来初一我们在做活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有一个师姐走过来说：“玉皇大帝要我跟你讲，胆没了命还在 ，OK 的。”就这样就走掉。我想太唐突了吧，太唐突了吧，师姐我也不认识。但我以前真的有遇过这样子，好神奇。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遇过这样子，就里面会有那个机身或师姐过来跟我讲个几句话，然后讲完就走了。跟你说什么？那时候很多事很多有的时候是叫我注意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叫我一些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安娜没事。然后我再跟你讲一个很鬼扯淡的事情，我觉得做频道的这件事情，他在我20岁的时候他就预告过我，也是师姐。就是说你以后就会有很多人，就是很多人追随你，他就比较像是说你的专业会让很多人支持你，然后你会怎样，然后会有我说会有，所以那时候我有公班嘛，他说所以我公班会变成就是10几20个人吗？他说没有，这是可能好几10万几百万。我说，然后我当下你应该那时候不相信，没有那个时候还有 YouTuber 嘛，但是没有 YouTuber 这个工作，然后你根本也没有想到是那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心想。我停在放屁，我走。太神奇了吧！所以师姐，如果你有看我频道的话，对不起，当时我不应该这样想的。好，你说的很准，谢谢师姐，感谢师姐。阿弥陀佛，阿门，阿弥陀佛，阿门。好，各位同学，之前1年前超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讲过全世界的硬体、记忆体快要不够啦？今年你上车了吗？你看我桌上这是什么？
我说你的手机是不是常常拍照拍个2张，就突然跳出来说储存空间不足了？你以为就烦到你？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生产线的工厂，那就不得了了。因为现在在工厂里面，在产线上检测动作的不是人，是机器，需要记忆体啊。如果一条产线上10几台的 AOI 同时开工，一天拍下来的资料量起码几百 GB 跑不掉，几十条产线一起塞网路、塞硬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从最早之前呢，我们身为工业公司备份影像硬碟的资料呢，就是用这台台湾的品牌 QNAP。他们呢是少数从储存做到网络通讯，整条生产线都可以自己掌握的台湾厂商。而你看我手上这台 QBot 300，它呢不只是能够放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的机器而已，它是能够放在工厂里面。工厂里面一下冷一下热，夏天的时候热到靠北北，冬天的时候冷到0°。电压呢有的时候还给你忽高忽低，一般的机器丢过去活不到半年，是不是就挂了？是不是就挂了？而这一台呢，它的规格就是完全为了你而设计的，3条 M2 SSD， 同时可以吃资料。AOI 拍出来的档案呢，先进它肚子里面，再慢慢的往后端传出来。就算是后面的网路塞住呢，产线这边也不会停下来，为了等它。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网路的中继层跟资料的缓冲区啊。你想一下，就算你有再大的肚子，每天吃个几百 GB， 一直塞，总有一天还是会吃饱的。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QFiling。它呢会自己判断哪一些资料已经备份到后端了，确认过了呢，才把它本机的资料清掉，腾出的空间呢，继续吃新的，让它整个过程不用人去盯着它。所以以前的工厂停机呢，有的时候并不是机器坏掉或者生产线停掉，而是你的储存爆掉了，资料写不进去 ，AOI 它就停下来 ，AOI 一停下来，整条产线停下来，你的进账，你公司的印钞机就同时一起停下来。而 QFiling 呢，要处理的就是这件事情，让资料能够一直有地方去，不会因为一颗硬碟满了，整条产线一起陪账。所以我说啊，工厂的东西啊，平常你并不会多看它一眼，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是出事的时候了。所以我说啊，这种角色的设备，你是必须要去认真去挑选的。如果你的工厂产线现在需要有这样的问题，我将相关的资讯放在资讯栏跟大家讲啊。记得啊，硬碟跟记忆体都不够啦。然后为什么我们会从他好像前几个礼拜的时候，他来台湾找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那个我刚好去高铁附近，不然我载你。然后我就路上我们就聊了一下，然后我们才说，不然你那个要讲那个课程的时候不然一起来拍。我的原因是这样子的，是因为像我自己啊，很不喜欢拿命出去给别人算。因为你要跟他讲生辰八字啊，你要跟他讲那个，然后以前长辈都有讲说，不可以随便给人家看，不会让你做坏的，就是有的人要害你，有的人要弄你的人，你就而且坦白说，你现在有一些网络 key 上去的那个，我自己也不太知道那个网站或者是什么是不是 O 不 OK 的这样子。然后我们才你讲到这个很重要我们的那个课后群是匿名的，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像你这样讲，他不想要自己被认出来说他有时候问问题嘛什么的，他很怕自己被人家看到。对，因为有宗教有很多的路数嘛，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派系嘛，然后还是有很多不同国家不同的法术嘛。对，的确，对，所以以前我的老一辈的人都跟我讲说，这个东西是很私密的啊，你不要不可以随便乱算这样。然后我跟那个制作人才跟我讲说，不然我们自己看自己学，就是自己看，你就可以自己算，然后反正算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跟认识的人讨论。然后所以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去走中奖，还是我们去一些 YouTube 聚会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制作人他就很喜欢跟一些 YouTuber 们聊天，然后他就会跟他聊天，说，你最近怎么样啊？怎样？然后说，我告诉你，我最近有上课，我学紫微斗数，学的好像，我帮你算一下，直接紫微斗数那个命盘这样看是吗？然后我觉得他人生让我第一次，我觉得我制作人算得很准的时候，是在算健保那个时候3枚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聊天，坐同一桌嘛，然后我之后就帮他算命。对，算了什么？算了什么？好想知道哦。算到了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啊，就是那个后面的进展就是这样子，就是现在。但是我们当时完全想不到，怎么可能？怎么会？然后你知道那个女生圈们就是大家会讲，然后算你，然后等等。对，会大家就好好奇哦。然后他这个东西是经过时间发生，会一直反复验证嘛。太神奇了，真的。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这边那么多次？就是因为他如果第一次算就不准的话，我才谁鸟他。对啊，所以我如果去上这个课，也可以跟老师一样会算。我不知道，这好像每个人有天分的问题。他上这个课就是恰恰好印证了他后面要教到，因为他一看就知道自己要跟哪一个生肖、哪一年的男生比较好。他就会马上有机会，而且他知道到哪个方位比较容易谈恋爱。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老师，还有几月份比较容易发生？可以知道，课程里面都有。那我非常有兴趣。对啊，然后如果课程加1，而且你其实有的还是可以找出为什么前几年没有。
他就发现因为他发现他喜欢的那个偏好在他生活圈可能没有，完全没有，他要跳出去，那就有机会找到新的。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社交货币啊，送礼自用两相宜。这个的确是因为我有了这个能力以后，其实我遇到的很多，就例如说资产超级多的人，超级大富豪，他可能跟我没有什么交集，但就因为算命产生了交集。那后面我也跟他学习了很多。那我有另外一个 bug， 如果假设他真的学了，然后算得超准，那他胆也不见了怎么办？不是，这里面的关键是，首先胆不见不是因为算命有关，是动人家祖坟。关键是动人家祖坟，不管你会不会算命，所以只要动人家祖坟，你的胆就可能会不见。所以你要跟大家讲说这条界限在哪边。不是，第一个就是说，你第一个是你帮别人算命，一定要收取一定的报酬，最好要有红包，最少都要饮料，这个交换是一定要，除非你有很多的功德，或是你去做很多善事，你可以做这个点。现在还来得及吗？胆长马上帮老师准备胆会自己再长回来。以前我就会说不用，我回家念经。现在没有胆了，对，要哦。对，现在不大啦，很尬啦。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不是算命师的问题，其实一般来说动到祖坟通常是风水师啦，就风水师会去动人家的祖坟。对，那所以通常界限是不要去动人家的祖坟，然后不要多管闲事。就是我们跟医生很像，医生不是不叩门的，不会故意说你要不要看病，你要不要开个刀啊？对，要不要开刀啊？就多管人家闲事嘛。那开出了也是你的问题，干嘛？那算命师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课程里面也就跟大家讲一些禁忌，就是你不要跟人家讲说什么，你要不要算一下？我帮你避一下，位置就不关你的事啊。对啊。然后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有时候是你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帮的时候，有时候都要问一下神明。对，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礼拜有7个人妻。然后都跑来跟我讲说，我不跟小王走，我就要自杀。老师，请问我该怎么选？我又不能支持他选择小王，我也不能支持他自杀嘛。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一般我会回答，如果只有一个，我就会回答说，不好意思，有点不道德，我回答不了你。可是有连续7个，我就觉得太巧了吧，都是小王。都是人妻，7个都是人妻， 7个人妻，我以为是7个人妻都是搞上同个小王。不是。我想说这么厉害，是不是同一个？我不确定。OK， 对，7个人妻1个王，是不是？哇，这是一个剧吗？那我后来就问了一下关公怎么办，因为我又觉得他很可怜，我会怕他真的去死，我觉得会很可惜嘛。那关公就给我个签诗说：“你不知道，我知道，问我。”我就抽了7支签，分别给这7个人妻，7支签都不一样哦。你就发现有的人妻是骗人的，他其实不是小王哦，他是小6、小7哦。他不是只有小王而已了，还有的骗人是他根本没有结婚哦，他就是别人的小三，他还有一个小王。对，然后有的是怎么样都要去死，有没有小王都会去死的。对，其实他要死是因为小王跟她老公没有关。然后我才发现关公这个很厉害，因为很多人没有跟你讲全部的真话啊，所以我们在算的时候就会知道说，有些东西客人不一定会讲，或是你算的人他不一定会讲真相，他搞不好这个是缺德的。就他没有跟你讲真实，就给他错误的判断，或者是对，而且你看那个命盘一看就觉得怪怪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下神明。所以在课程里面我们都会讲这些界限。最后是我所有的学生从以前学到现在，我会告诉他们一句话，这句话我说他在我历史长河算的几十年命非常准，叫有术无道，死路一条。就是你很准，如果你没有那个道心，就我想慈悲心，回到我们一开始没有那个慈悲心，没有那个小费。智慧不是小费，没有那个智慧，是慈悲心，你基本上最后都容易是死。因为这个东西很好用，就是你如果真的其实也可以拿来胡搞瞎搞，就你有技术以后，就跟你们做工一样嘛。你盖房子，你真的不跟客人讲，谁知道你里面是用什么东西做？而且你可以真的很有良心的做，跟随便做，跟没有道德的人做，跟假装我帮你做，但其实我是拿这件事情在骗人。对，因为那个料我也分不出来啊。对，所以常常真的会有很多算命师，你看就出事情啊，就跟人家怎么样啦，然后勾引信徒啊，或什么之类的，常常会有这样子，因为那个东西你拿到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像菜刀一样啦，你可以拿来做菜喂饱大家，你也可以拿来杀人。心存善念这样。心存善念很重要。所以我到现在我都其实虽然我们越来越熟，但是我现在都越来越不敢问他。但因为我之后发现，其实问祖先还不错。就是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我就直接没有问他，我直接问祖先，宝贝啊，就问祖先，我就问祖先，觉得怎么样啊？然后等下就照顾好自家人的祖先就好，家和万事兴。然后再来是有的时候，当然是有一种是，我也不想让他就是什么事都麻烦算命的人，或者是麻烦什么那个，或者是你要么自己学嘛。对，如果可以自己看的话，应该是真的自己看不清楚的话，那就宝贝决定嘛。宝贝如果决定的话，那你就照这么做，那就是你的命运嘛。那你既然是你的命运，那你就接受吧。
是，就是我最后我自己的，如果我卡在一个死胡同里面的时候，我就说那不然我就接受，说不定是我这辈子的修行，那我就把它尽量的把它做好来啊。如果做不好，那就欠的就下辈子还吧。哎呦啊，一集2个业配啊！各位朋友，你现在是不是发现，现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爱做优先席啊，越来越不够了啦！这世界的老人家越来越多了台湾啊，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超高龄的社会啊。原本我们要帮他们合作拍这一集啊，但是我之后发现这个品牌一开始的故事啊，机会看到。这个牌子啊，得了非常多的国际发明奖。品牌后面的故事啊，跟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啊，实在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堪称是一种善的循环。不知道在看我们影片的你的爸妈几岁了呢？现在是不是依然的健康，每天都在炒股呢？我爸妈呢，现在都已经差不多60、70岁了。台湾现在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基本上老人家比少年还要更多。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阿公阿嬷到现在这个年纪还会跟朋友出去玩吗？其实呢，有一种很常见的状况，就是没有办法长时间行走的长辈呢，最后常常会因为走不了太久，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婉拒了家人的邀约，一起出游，一个人待在家里。但长时间待在家里不出门呢，他的健康很容易恶化，而且呢，他的负面情绪也会一直上升。慢慢的就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情绪越负面，更不想出门。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以预防为前提，先降低外出跌倒的风险，或者是呢，能够在中继站帮爸爸妈妈补血的日子，就能避免了亲人以后就要负担庞大的医疗费用，还有照顾的时间跟精力。因为老人家只要一倒下一跌倒，那就非常严重。而维持身体健康呢，除了保健食品、多运动，还有多走出户外。所以当自动随身椅 Air， 它把手杖呢跟椅座做成一个完美的结合，真正实现1+1大于2的梦幻发明。简单快速的操作，非常的轻，而且马上就能切换。来，我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单兵战斗基本教练，握手握把，左手虎口扶至开扣处，展开之后，里面自动下落。怎么会上移动呢？收的时候，右手握把，左手插入原洞之后，直接上拉。此时右手直接捏住里面，关扣。各位弟兄，有没有了解？它是用航太级铝合金的材质，防水、防锈、防日晒、抗 UV， 堪称是老人家的户外终极神器神队友。后来我发现，除了长辈之外，连我这个年纪的朋友也非常的好用。不管你是要去公园带小孩、遛父仔，或者是我跟我太太不一样的身高，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有6段式的可调节障高设计。不管你是不一样的身高、不一样的地形，你都可以适用。公园没有位置坐，跟着妈祖绕境，或者是排队吃东西，排队抢那些有的没有的限量商品。出国就算你是经济舱手持登机也没有问题。泰达椅呢，解决了市面上的商品重量跟安全承载力的世纪2大难题。极致轻量只有780公克，差不多就是一杯珍珠奶茶的重量。而一般市面上的拐杖椅呢，大部分用的都是比较低廉的普通金属，碳钢啊、阿鲁米啊或者不锈钢啊，所以重量呢大概都会落在1.2公斤左右。而且为了压低成本呢，结构往往只靠着1根螺丝支撑，安全承载其实只有80公斤。而这个不止比较轻，还能承载136公斤，看得出来我没超过。它不止比传统的拐杖轻了35%，也纤细了80%，简洁利落，没有任何的突出物，走路不会踢到，也不怕撞到。通过国家 SGS 与欧盟医疗最高安全测试标准，产品责任保险1000万美金到了。泰达自动随身椅 Air 手杖魔术自动2合1，真心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节、母亲节礼物。你呢，可以送给你的家人，刚刚好，让你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面除了炒股之外，常常可以出外运动。遇到危险也很好用哦。泰达自动随身椅 Air 手杖座椅魔术2合1。你这集不是股市老师吗？股市老师。对啊。明天这个台积电会涨啊！所以紫微斗数其实我之前有听老师说过，好像有点像是一个人生的框架，是吗？来拿出来看一下，来你的年命盘。现在算起来吗？这么刺激了吗？来，老师，我准备饼干，所以应该是有可以交换的东西。可以。你以为饼干吗？就可以这样子算吗？我跟你讲，按照你的这个命盘来说，我从你这个盘里面看得出，你为什么？这你爸跟你妈，我这很巧哦，你爸跟你妈结婚是属于同一天，对不对？
有没有中？哇，你真的很准呢、有没有准哈？有人爸妈结婚是不同天哦，这么出酷炫的吗？不要传到你那边去。是跟另外一个妈是不是？2026年，陈露西到底有没有机会桃花展开，成为一个真正的？还是老师一看就说这断情绝爱这样？不是，他这个是很典型，就是闪婚，不是就是漫画里面那一种的那种女主角，就所有人都喜欢她，但她都不知道那种啊。就他就说有吗？他有喜欢我吗？没有吗？我们就朋友吧。他有喜欢我吗？就所有人都喜欢他，所以旁边就有男一、男二、男三、男四，疯狂的就是各种这种事。但他还是说你有喜欢我吗？所以但是呢，他这个命从2026年开始，转运了。2026年才刚刚开始，是老师，他会感受到他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但是他又好像不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所以他有点迷茫吗？迷茫，对。然后2027年就会爆发，这个迷茫在2027年的时候会大起飞，大起飞，大起飞，对，就是你会觉得啊，就是这样啊，我不用再在意那个，因为他2026年现在的状态是，他也是比较硬的，他会觉得有些东西真的不太适合吧，那个人没有那么适合吧，而且就在这个月。他刚好在这个月的时候会觉得这没有那么适合，可是这真的可以吗？这个不行吧？就他会在这个状态下，所以他会有一种，你是说那个人的工作吗？还是那个人他会在自己的小剧场里面小剧场不断的反复。我非常是男模店那个吗？爱自己小剧场，不是你不要不要害我。男模店没有，他现在就是有各种小剧场，他这个月是小剧场大爆发。真的很老师说的，对。然后他直到明年的时候，明年他就会觉得1年后，就整整1年后，我们就1整年后的这个月，那按照这个命盘来说，你先让老师说完，你先老师，我好想听，我想再进重点嘛，再进重点。他整个一整年后，我们就会看到他非常有机会有一个有机会的对象了，在1年后非常有机会。谢谢老师。可是我觉得这里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远距离还是怎么样，感觉距离有点远。然后你觉得沟通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顺畅。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外国人，但他的确这10年是有机会是外国人，或是 ABC 之类的。对对对，但通常我觉得年纪差越多会越有机会，就是年纪差越多越好，差越多有分机会，越有机会，还是年轻的？应该是长吧，他在年轻长的他在年轻，我觉得有点难吧，那要小很多小很多，要么大很多，要么小很多，但我觉得应该是偏大很多比较有可能。老师是差10岁什么之类的，因为他这么迟钝，我觉得小很多有可能。那你能够有办法可以抓到预测说，像当时你可以直接很精准的说，我在哪一年会出现小朋友这个东西？你说生小孩，那他要先结，对啊，这个要先结婚啦，要先有感情。你当时讲的铁口直断哦，你在这一年你一看就是感情很多。不是，他已经这么久都这样子单着，我都不知道，而且他很迟钝哎，搞不好他要生，对方就说，说不定我们频道还有几年。原来你有要生吗？哈，原来吗？这样也太……我来看，我觉得2030有可能啦。2030的4年后，4年后，2030。谢谢陈老师。2030是有一个喜象，但是我可以让你回忆一下，是让你回忆一下。是，虽然说你这个很迟钝，但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2027年的话，我们就要回忆你的12年前。我来看一下那时候是在12年前。那个好烂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讲一下2015年你的感情运怎么样？2015年不太好，破烂，渣男，但有所以那时候有男朋友，就是那种快在一起，然后就消失这样子。渣男。那这今年会好很多，所以2027真的很有机会，好很多。谢谢老师，好非常多，谢谢老师，错过一次要等12年了。不是，对，怎么真的好久哦！我怎么看？老师，我等了，我在看《大话西游》，是不是？整一轮，我曾经有一个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好好去珍惜。当我失去的时候，还后悔莫及。没想到世界上的事不过如此。没想到整等了一甲，主要他比较迟钝，小剧场又很多啦。对，但是这一次不会了。2026年开始，他会觉得，那这种东西可以改运吗？改命吗？改得了吗？你说在前面他已经过了，你要回去改变什么？那现在就要再开始捐骨灰坛啊，就不要在小剧场。老师的意思是，或者是捐个救护车啊。你说要加强桃花运哦。其实我们紫微斗数里面有教啊，像他要加强他的状态，要加强桃花运和遇到烂桃花，他要去拜女生的神，就拜妈祖，特别可以帮助他。
对对，所以他去拜妈祖就有很大的好转。老师他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生？什么样的男生是？哦，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可以这样看出来，而且我还没看到，我还没有学到这个也紫微斗数也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喜欢表面上人模人样，但私底下就是非常奇怪偏好的人，尤其是喜欢吃奇怪东西或者煮奇怪东西的人。吃奇怪东西，对他喜欢的人就是属于那种想法很特别的，就是很哲学，表面上感觉什么叫很高级。你讲话什么话？你看，我觉得学上面还有一件事要学好，要学会讲话。我想到他什么意思？他喜欢那种，我觉得就是出身高贵，外表就是高贵王子，对，但内里很厌烦自己高贵的人。哦，好烦哦！为什么我爸是郭台铭？对，我就想要像一般追寻，我就是想要好好的，我想要追寻哲学的东西，我想要跟大家不一样。他有点叛逆这样子，对，但那个叛逆要哲学，家族企业2代，但又不想要接家，就流浪，这样就出去流浪。然后他讲那个12年前，就那个渣，就属于他喜欢那种敏感型的，有点多愁善感的状态，他就会觉得就是这一种，对，要在一起不在一起，他觉得天哪，我就喜欢这个状况。好像有好像有老师。如果你是我们频道的长期观众，你可能从第1年或第2年开始看我们的话，就是应该前几年也有几个同事就给老师算完之后，就真的被他讲了该离职了就离职了。就是因为就做得好好的，这个人9月会离职，我说靠他妈真假的，怎么可能？他其实在远方比较放得开。哦，在家里面有家族企业嘛，他属于在出生地都是很迟钝，都是很迟钝，出外就很野放那种，真的哦。对，哇塞，那我要好多出国，老师。对，你出外就比较野放，遇到对象也会学一下，更好，学一下。所以其实真的有可能是外国人。外国人算有没有用？外国人算有用啊，有用哦。遇到外国人之后跟他说你什么时候出生的，我看一下，辨认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后卡拍卡，你可以直接合盘啦。对啊，直接合盘，对，你可以直接合盘，就会有这个机会。所以要上老师的那个紫微斗数课，才会知道怎么合盘，不然我对你在学校我们的课程里面都有教哦。不然你以为要不是我找他来，你会想来吗？你看每次问他一录，他就不想来。我说那天简少年会来，说真的吗？没有。但是简少年老师是真的有大增大想要来的。但他要合什么？他要合什么前男友的身份？对，我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合。没有啊，你下一个遇到的人啊，你下一个遇到的时候啊，有啦，我们上次合过啦，跟你就没戏啊。对我们老师，老师说会那个家破人亡，家破人亡。对啊，突然想起。那你有什么外国人朋友啊？属什么生肖的？他有可能啊，他有可能最近有吗？目前没有。哦，目前没有。你看，有时候你看，他就很想讲的，我从他眼神中看到了。你不要，我们私底下聊，我们私底下跟老师聊。有些人就是会跟算命师讲一些不是真实的事情。不是。老师刚刚是问我说外国人没有没事。对，但是可能外地。我先讲今年的啦。是，老师。今年就不要靠近属马跟属龙的。属马跟属龙啊，我儿子属龙。我爸属马。不要靠近他，爱情的爱情。但我儿子属龙，不要靠近我儿子。我不，那的确是年纪差的有点多，那当然是不行。年纪差很大，副总的确只能小剧场。副总年纪差很多嘛，有没有喝吧？对，属龙。对。但是老师有说要避开龙跟马的。对啊，不会有结果的，不会有结果。你跟我儿子不会有结果，副总不会有结果，你跟我儿子真的不会有结果，你不要再想。对啊。好的。虽然一样是企业2代，常常会在外面。我喜欢叛逆一点，老师说我喜欢叛逆。他很叛逆，他都会把我那个咖啡都打翻的。不是，我们现在从明年开始啊，副总还小，对，你要在20年后，我们这20年后，我们来看20年后有没有机会，好不好？20年，这里看2046年的确跟属龙是有缘分的。2046年，20年后了，20年后，对，20年后，如果当时你差不多65岁的话，那我儿子，我20年后还没65岁，还没65岁，郭富城的逻辑啊，郭富城，对，其实如果年纪大一点，他是郭富城，其实蛮好的。对不对？没事，不会有非分之想。停止这话题。对，反正我们就去拜妈祖啊，跟妈祖筹钱。好的。内心有对象不想要承认也没关系，去问问妈祖，看妈祖觉得 O 不 OK。好，就这样。谢谢老师。对，然后今年就是这个，如果有追星的话，这个要控制一下预算，就这样。哦 ，OK。韩团，对。韩团，能不能让我好好介绍一下这个课程？是，我很想要听老师的课程。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早说嘛。对，原来你是可以介绍的。是。其实这个课程主要它是一个重制版的课程，以前是5小时，
那后来把它加到30个小时，就是主要来说是因为希望帮助大家更有效的学会。以前我是在追求最快学会，那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能不能中间有些细节把它做得更细，包括说大家现在的烦恼，其实这课10年了，10年来烦恼很不一样。以前合盘啊都是结婚前合1个，现在很多都合5个，对，所以里面就有加了很多合盘的东西去合说爱情的，很多人是交友软体一来就先合，请问你的生肖他就开始合，生肖不对就跳掉。所以这是我们做的7大场景，就是除了我们常见什么财啊、爱情啊，然后什么健康啊，刚刚讲健康嘛，其实很多是亲子关系，就跟爸爸妈妈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跟爸爸妈妈承认我的爱情？你有这个问题吗？平常是有些亲子关系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例如说什么自己跟自己的小孩怎么样好发展啊，小孩做什么好啊等等的，还有再来就自己快不快乐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他过得很好可是不快乐啊，那我们就一样可以找出你为什么不快乐，怎么样会快乐，然后里面都有给个物理学的解决方案跟玄学的，像刚刚讲物理学就是外国人可能是一条路，玄学就是拜妈祖，类似这样，那最后就是每个人的问题都很不一样啦，所以都会有一个我们在课后群里面都会有助教和我来回答你的不一样，因为课程是固定的嘛，可是你可以一直看熟练，但是具体到你的问题的时候，每个人一定都会有些不一样，那这些不一样我们都会在群里面来解决，大概是这样，然后最后是我们有给超认真的粉丝们一个折扣码。真的吗？对，所以我今天我连做这个工程看一下，这个业主接两北哈，你不是你这样看有点太远，应该是这个工程，我现在算到3个工程，做哪个赚最多啊？可以这样算，就直接算，做这个赚最多，做这个会被抓。那我另外一个公司真的需要算，对，然后做这个会被倒账。我跟你讲，做生意也很需要。我跟你讲，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什么事？你说。他在去年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在5月份的时候，5月份会有官非，你要注意会有那个法律的问题啊。结果你真的，就我上个月收到律师信，真的，他说没事，就说没事，反正就那个人要赔我钱，他不赔。他发了一个律师函，就说我只愿意赔多少。对，反正最后也解决了。我就跟他说，那不然你也不要赔了，你把钱捐掉了。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啊！所以他跟我讲，你要躺平嘛，不要跟人家那个互干嘛，这样子。所以这些小征兆什么的，老师都对。而且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啦，就是我有一个客户，他就说我手上有3个创业项目想做，然后我就说第3个最赚钱。他说少年，你说真的假的？第3个我怎么看都超赔钱，因为他前2个都是很大，但第3个是感觉很不赚钱，他就做一个小店不赚钱。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做第3个店，你那个店感觉一定会倒，但你会因此赚超多钱。他说这么酷吗？你说店会倒，然后他会赚多钱？对，他说这店倒会怎么赚超多钱？我说你一定会赚超多钱，而且你赚这钱跟这个店一点关系没有。都更就第3件事，猜都更是不是？你猜什么？就他做这个电脑，富二代的朋友钱超多，他要做一个创业，跟别人一起创业，他做第3个会倒，但会赚超多钱。你觉得为什么？他说都更嘛，都更第3个对，为什么倒了赚超多钱？倒了然后赚超多钱是合法的吗？老师，合法。什么饭店之类的吗？不是我们讲答案。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我也想不出来。前几个礼拜他传讯给我，他说少年你很准，我开第3个店赚了超级多钱，但我店倒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店的记账系统，让我一查之后发现跟我一起合作的那个兄弟他偷了我超级多钱，他才发现原来我本来应该赚超多钱，全部他都说没赚，其实都被他拿走了。所以我一进账系统之后，没有这家店我就进不了那个账系统，没有看不到那个账，看到那个账以后我发现原来他拿走了我这么多钱。他把钱拿回来，对，超多的钱。他说那个是前3个创业都不会，创业不可能赚到的钱。所以最后他赚到超多钱，是自己存下来的钱。也好可怕。对，就他其实前面好多生意，每一笔都被他坑，是，但是他以为那个账都是对的，直到这一次他去看那家店，因为这个系统是可以看到一个账，他发现他为什么每次，然后再往回追，他追到了超大一笔钱。哇！所以这就我们刚刚讲，你也讲3个工程做哪一个，其实有时候我们算的时候，他都会超乎我们的理解，但最后答案会是对的。所以其实真的算命的人，他的想象力很丰富因为他很多跟我讲的一些状况，就是他也不是我想的那样发生，但最后他的确发生，但是不同的方式，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发生的，没错，而是另外一个面向发生。又回到第一题，就是我们不够有智慧，要有智慧。我就跟你说，摩店最多给2000，给1万就真的有点太多。要有智慧。
给2000，你可以分给5个不同的人，这样子分散这个风险。你都这样子做是不是？那个几率会高一点。了解。好了，总而言之，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平常还要多做善事，好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个就是善良的初心。就是你现在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就真的把事情好好的做好，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好的，那它才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循环。虽然我还没有学算命但是我始终是这样相信。我也都觉得是，我向来都是尽量能够帮忙就帮忙，能够做好事就做好事。你拓展了一个很大的新市场，真的吗？叫做买给你的朋友让他学，买给他们同事学，买给你的同事让他学。对，他跟我说我的命盘其实学这个超强，对，因为他直觉很强。哦，对，然后其实很有天赋。但我的直觉用在我觉得这个同事学会更快，我就买给他学。也行。想学算命，你想学对不对？我挂我折扣码给你，然后你学，然后最后还是你受惠，我就问你就好了。OK， 懂。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这是我自己的道理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怕，就是那个大家真的听着来宾讲话之后，就每天求神拜佛，然后不务正业这样子。就是也不要这样子，对，所有的根基一定都是你先把事情好好的做来，那些好的事情啊，好的人啊，就是他就慢慢冒出来。没错，生命还是需要你长智慧了。是啊，你都不做，你就长不了智慧啊。对，还是要长智慧。对，然后遇到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逢凶化吉嘞？那就看你的这个阴德值，对你的慈悲心，对，要做善事。对。所以我自己也真的觉得要不是我这个多年来行善积德，今天也不会跟他就是认识到这个程度。用一颗胆换我妈朋友的，没有啦，没有，还是我个人这个业力引爆可能没有。对，就是变得有很多事情，你可以经过一个朋友，然后去看到这个命盘之后，给你一些方向。但是我觉得始终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他会跟我说，什么时候会越来越好。是，就是我们现在遇到这个很烦，然后现在遇到这个很痛苦，但是你会知道说没关系，我再撑2年之后我就越来越好。困难的时期会过去，永远有希望了。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算命的地方，就是他会知道你虽然现在过得很糟，但是你在哪一年后你会越来越好。是明年对，老师说的明年充满了希望。是的，开始打扮，开始运动，回去马上上老师的课。心存善念。好，那是这礼拜的超认真双少年。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哦。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课程资讯，请去问这个算命的平台，不要来问我。如果你有工程专业的知识有询问的话，你也可以跑来问我。那下面呢有我们的资讯栏，那你可以学一下，看它到底是不是怎么样预测，就是我们这几年频道会怎么发展的。那你可以在下面资讯栏可以获得很多的相关资讯，还有折扣码。还有折扣码。是的。那请把折扣码也分享给大家。折扣码请看这边。很棒，很棒，好，很棒，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你之前去那些频道，他们都就是突然就出事情延上，你有算到吗？其实我每次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想，因为你看嘛，这么多的合作，和我又做了这么多 YouTuber 这么久，为什么在这时候遇到他？我每次都会反复想这些事，回家之后也会算。我觉得我今年是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对，就是像你刚刚讲，就是不管你现在遇到很多的挑战，都是我们都要长智慧，那后面就会更好。我有点发现今年我的状态好像是要一直告诉大家，你们后面会很好。那你麻烦帮我看一下，我跟你录完这一集之后，我会不会跟他们一样，就是出一样的事情？录完这一集，如果出事的话，那就真的很准，我们就把这段放上来，你算到了。什么？什么意思？请看会员影片，会员影片。